又开在我们家门口这个风景如画的小路上，是吧？今天我怎么又撞衫了？对呀，又是黄对黄，擦不了，不知道啊，龙生龙，凤生凤。哦 ，OK。我今天跟你讲一个有趣的概念，我在用 Apple Fitness Plus 这个软件其中我觉得最好用的不是锻炼，而是 meditation 的这个功能。OK。那有一次我用的 meditation 是关于 creativity 的，他就问你说你有一个什么 idea， 我说我就想接下来我们的 Oka 如何大卖嘛。OK， 那么他就开始教我冥想，他问了很多问题，一边冥想一边提问以后，后面这个问题让我一下子差点要从冥想当中醒过来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。他的问法是说，那么 How do you obtain kindness from the other people？ 为什么会问到这个？这不是你要做生意吗？然后做生意怎么跟你 obtain kindness 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他要问题都是通用的嘛。他是不管你任何，但是他是从思路上会启发你。比如说你的一些想象啊，你的一些 idea 如何综合啊。但他这个问题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kindness 还是可以 obtain 的。那当然了，我觉得 kindness 都是别人给的呀。当然是 obtain 了。我们以前说的那个话叫以诚待人嘛，你一定是先付出自己的 kindness， 你的 honesty， 你的 integrity， 人家才会给你 in return， 然后给到你希望得到的 kindness 啊，一定是你先付出嘛。那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我本来认为你是可以 receive 到kindness 的，但是有点不自知的被动的情况下，但我绝没有想到 obtain 其实是有一点主动的。那就是 perceive。对的，你怎样 proactively 获得？不过你刚才已经给到我一种答案了。你的能够再展开一下吗？我从来都觉得善意不是没来由的，我就有这样一个命，或者说我就应该是取得的。我觉得一定是我先要对别人善意，然后我可能能够在100个人里面获得1个人，然后给予我可能不一定都是同等的，然后有一点点善意的 gesture，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所谓的 obtain kindness。我没有想过 return， 没有想过。对，你也没有想过，但是实际上你看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，我们说俗一点就是方法，就你自己不停的散发善意嘛，你自然就会接收到更多，对吧？我相信是的。我想到的第二一点呢，就是你一定要保持真诚，因为我觉得唯有真诚呢，你的门才是打开的，别人也才能够看得到，他才能够施予你更多的善意。是，肯定是啊。我就想到以前疫情期间我跟我妈2个人对吵，有一件事情非常让我伤心，我觉得我爸我妈的价值观我是完全不能理解。就那时候我在看报章上面说到上海郊区的一个批发市场，海鲜批发市场，就是当时因为原地隔离，这些隔离在那边的小商小贩条件非常艰苦，风餐露宿，然后也没有吃的东西，然后关键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传播这个疾病嘛，处于3不管的阶段。然后我就非常的生气，我就打电话到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，这个海鲜市场，我就问他们值班室，我说你们有这样的情况，你们为什么不对外求救？然后你们现在这边需要什么？我还打电话到他们这个海鲜市场所在的这个区域级的疾控中心去，我说现在有人反映了，而且是我们的国家的这个媒体都已经反映，这个市场上面有人需要这个餐食，还有需要核酸防护的这些东西，你们应该给予帮助。就是碰了一鼻子灰，他们都说我知道了，没有下文的。我就很着急，我在那边谴责说，不是你知道了就可以，你要提供援助。我妈就在旁边骂我，那天正好去他们家吃饭，她说关你什么事情啦？你把自己搞得这么不开心有什么意义啦？你为什么要去管这种事情啦？你真吃饱了撑了。我当时就跟他说，我们以课文里不都说助人为乐吗？我们不是都说大家要给社会要社会温暖起来吗？你现在让我说这种话，你这不是打脸吗？然后我妈就说，不是像你这个样子的，你这样弄没有用的。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，就把我一盆冷水浇下来。我大概可以听懂了，就是你其实是用一个这不正常人的思维吗？你受到了一点挫败的，但是你做的是对的，这样的一个案例啊，来诠释怎样保持真诚，就是你的直觉的出发，你受到的一个最基本的觉得自己的道德义务是什么，就去做。对，只要你做了，对吧？我爸我妈小时候，我们小时候小学里面老师教的课本里面的那个
核心价值观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怎么到了我爸我妈老了之后，他们就会跟我说管你什么事情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就是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论调，不论是后来进了职场，还是进了大学，还是我家里面的人，这些长辈们变老之后，就是你能听到越来越多这样的话，所以这个不就是正好把自己关闭起来，是 very passively waiting for the kindness to be offered。那么这可以说也有一个延伸的方法，就是你要摒除思想中的一些好像什么都跟我无关，我与周边的人、周边的环境、周边的一切都是没有关系的这种思考，这种想法。还有就是那种自保的那种想法，觉得所有的人对我的善意都是对我有所图。我觉得这个是我来马来西亚改变最大的一个想法之一，就是你会觉得他来关心我，那一定是他接下来我要割我韭菜了。就是真的不是这样子的。我本来想说的第三个我的思考也是这样，就是说那你可以清除你的环境，如果你的环境感觉不能被净化到一种怎么讲，你方便obtain kindness 或者去 receive kindness 的环境的话，那你可以切换一个环境。这是我本来的想法。比如说我们在大马就感觉做很多事情就顺畅的多，自然的多，简单的多。但是你必须就算你切换了一个环境，你的就是物理环境变化，你自己心理上你要把这个很硬的很包着外壳的结冰的心，你要让它主动的融化掉啊。你不能来了这里，就像我们一些朋友他们会说不可能有这种好事吧，肯定你是受骗上当了吧，他会有这种质疑但是你首先还是要做一个好人嘛，用大白话来讲，就是你有一个君子的道德准则，然后呢要一以贯之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你生活在哪里，这个不要让它像小人一样的这个变来变去，对吧？是没有一个自己的准绳的。这个补充也是非常好。另外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，所谓 obtain 嘛，那么我们也回到直觉，如何获取善意呢？那就去问咯。你问别人嘛？怎么说？你比如说，你有善意吗？你比如说，我这样讲，比如说，就像我们8月做的这个所谓慈善的这个项目一样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们。那我每一集就会去请求大家说，你可以多关注啊，我明白你意思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？你也主动告诉别人，你看不就吸引来很多人？真的，本来我只是想把我自己赚到的钱全部捐给别人，但是其中的又有一半最后的这个募捐的钱又来自于大家的打赏嘛。对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这个就很像我以前职场工作上面，我一直觉得特别有用的一个，就是你要适当的去展现你的这个 vulnerability， 还有就是这种脆弱，就是你需要什么，你不能总是让人家感觉说你是无孔不入，你是那种圣战战士一样，你什么都不缺，你自己一个人能够上，不是的，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需要想清楚，我是不是得到别人帮助之后，我能够做得更好，1+1可能就大于2的这种想法，你要展现脆弱，然后请求帮助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当时在冥想的时候，我就展开了很多思考。你想，如果你是 receive 的话，那你只有一层的善意，但你还会懂得怎么样去问别人获取。对，你去 obtain 的话，那你就是2层，或者是有更多的网络效应。但是前提是，你想整个环境不被破坏，不是说这个人只是去利用别人，而每个人都只获取对自己的好处。就像你讲，一个人到了一个大家都很善良的环境里面，那他去做利益最大的获取者的话，那么整个环境会被破坏。对啊，但是违约者的我觉得它有个前提，就是你还是要保证自己足够真诚，有良好的道德原则，还要呢，对，你除了 obtain， 你还要学会去施予，你要去go givers， 怎么样？go givers get more 嘛，对吧？你要学会做一个 go givers， 而不只是一个 go getter。对，就是这里面本来我想说这是一个 authenticity leadership， 就是真实领导力，你把自己真实的这一面展现出来。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补充也是很有意义的，就是有的人是真实，但是他不能多吃多占，就是他如果想的一个想法纯粹是要利己，我如何从他人当中获得最大的利益，但是我获取最小利益，当然他也可以表现得很真实，我就是想要这么做。但是如果他是自私的，非常自私的，凡事都是我要作为一个 beneficial。对啊，owner 这样一个感觉，那也是错的。每个人所以就是不能都这样。leadership 加上你要有一个 bottom line， 你要有 integrity， 还有就是你要想，这是一个 win-win 哦，这不是你什么是啊，你所谓的双赢，就是你一个人赢2次，不是这个样子哦。因为每个人都这样的话，那么它肯定就变成一个 zero sum game， 它是一个有限游戏，是零和的嘛。那你如果发现你尽力这样做了，你身边的人也已经尽力的去 give 了。但是
你还是 obtain 不到 receive 不到的话，那可能是环境出了问题了，你就只能去切换一个环境吧。是啊，是啊，然后要破除自己。最近我听的一个 YouTuber 博主叫 Anthony 看世界，里面讲到一个词儿叫饥民思维，就是你长期被饥饿，你在物质匮乏、爱缺乏的环境下长大之后，其实对你本身，长大之后的你的所言所行是有很大的影响。我们要努力破除这样一个饥民的这样一个想法。要把自己的爱的储爱池要靠自己把它填起来，然后再去回馈社会。这样确实会活得更加坦荡。更加光明磊落，活出怎么讲，就让自己感到 satisfied 的人生。对，你也别跌位人家，咱把自己先过。我是说自己嘛。对，OK。老说我跌位。